洛阳，城坚墙高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还有那个福原二，他虽然是番将，但他是孙敬旧部，对孙敬一直忠心耿耿。崔十七郎，攻城是下下之策，而且我们的左近还有崔家军虎视眈眈，万一我们攻城失败，将会腹背受敌。洛阳城也并不是没有破绽，孙敬的内弟郑国公，不是在洛阳城督战吗？此人志大才疏，又素来与福原二不和，我看他就是洛阳城最大的破绽。十七郎，洛阳城中派出密使，想见你。请。福公竟孤身至此，果然好胆魄。王孙过奖了，福某无他，唯胆壮耳。哎，你必是裴县的小儿子吧？想当年我和你爹一起领兵征伐翼罗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。福公10几年前征伐翼罗时，单枪匹马连闯王帐，直取翼罗王首级。李逆当时年幼，只是当故事听听。如今得见真人，方知福公神勇，确如故事一般。老了，不提当年勇，17郎才是少年英杰啊！前辈面前，怎敢谈英杰二字？请。镇西军和崔家军在并州的事儿，老夫都听说了。这韩立既是皇孙所获，那为何不将建州城也一同获入囊中，反而让崔家占了个大便宜？我们镇西军不像崔家军这么财大气粗，所以只能拿建州换取粮草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皇孙就不想出口恶气，把那崔家的粮草辎重夺过来？福公怕是忘了，我为何兵临洛阳城下？皇孙想要洛阳，福某心知肚明。只是眼下镇西军缺少粮草，人困马乏，强攻洛阳，不过是突然替崔家军做嫁衣，这顿亏皇孙还没吃够。这世人皆道福公勇猛无仇，没想到这离间计用的也是如此高明。虽是离间，也是实情。皇孙此刻不出手，难道就放任他崔义势大，一路坐收渔翁之利，终成心腹之患？难道他崔义就比大都督还更好相与啊？福公有话，不妨直说。眼下两军压境，福某深受大都督私恩。以皇孙目前的兵力，若要攻破洛阳城，绝非易事。不若在3日内击溃他崔家军，一旦失城，福某立刻奉上城中半数粮草。镇西军只要绕城而过，福某绝不阻拦。皇孙不妨考虑，明日给我答复不迟。好。老夫先告辞了。哎，我已命人备好了30车粮草，今夜就可送达，作为老夫此行赠礼。福公就不怕我收了粮草之后，转头就攻打洛阳？30车粮草，老夫还送得起。告辞了。韩立这个蠢材，
没想到这么快就丢掉了并驾二轴。我还以为他经营多年，起码能耗得镇西军大伤元气，没想到他中看不中用。镇西军和崔家军联手，韩立自不能敌。如今镇西军必然剑指洛水，咱们对百越的大军是不是暂时先撤回来一些？南征百越是开疆辟土之大事，李氏玉朝100年来，数征百越皆大败而归。若是我能够平定百越，便可让天下应服。是，但如今战局危急，征明晚，再从各道多征一些兵来。李密虽能，但那兵马有限，便是为，我也要将他困死在洛阳之畔。还是西域的葡萄酒啊！石七郎，你说这个福元二，那真的就是老谋深算。这招离间计用的是光明正大，我们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。唉，这福元二，此等大将，有勇有谋，却只对孙敬忠心耿耿，真可惜。石七郎，你说他刚才说的话，几分真，几分假呀？明早给福元二回个信，就说我答应了。什么？你答应他要去打崔家军？代替我给崔家军也回个信。你又要干嘛？这不趁着还没有大打出手之前，把该占的便宜连本带利都抢回来。国公，你不能！我是郑国公，你都给我滚开，狗奴才！国公，我要见福元二。国公，好你个福元二，目中无人，悖逆狂妄！我回洛阳已然半月，你竟一直称病不见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我已然得到密报，说前几日你独自一人前往镇西军大营，私会了李密。说，你是不是背着大都督与李密有什么勾当？没错，3日前，我确实去了镇西军大营，还见了李密。好，既然你都招认了，那就快快交出帅印吧！啊，傅老将军，你可是手握着洛阳军政大权，万一和李密有什么里应外合的话，岂不是对大都督不利？帅印，那是大都督亲手，除非大都督亲至，否则我是不会交出帅印的。巧言令色你！我见李逆是想逼迫他去打崔家军，两军现陈兵落水，若是联手，这洛阳城就凶险得很呐。最好的法子就是让李逆去击溃崔家军。那照福老将军这么说的话，你还真有法子让李逆打崔家军不成？嘿，巧了，这李逆刚派人送了信来，说今日魏氏将出击崔家军，郑国公可有幸随老夫一同上城楼，去瞧瞧热闹？福公一见，成军一诺，今日魏氏出击崔家军。你还是在后方略阵吧，哪有主帅当先锋的呀？我若不亲自上场，福元二怎么会信？再说了，咱们得让崔家军瞧瞧咱们镇西军的实力。以全数而出，杀向崔家军。
之前不是说假打吗？打谁不一样？屁话！你打自己人吧，打崔家军呢？打他们啊！去！哎呦！你往哪踩啊你啊！竟敢踩你爷爷的手！哟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诈尸呢？原来你们镇西军都是这种欺软怕硬、只会诈尸的鼠辈。臭小子，看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原来是你。我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好，那我就还你一次。这些人为何要杀你？这些人虽皆是面生之人，又极力遮掩，但我心中有所猜测。石七郎，没事吧？受伤了？姓崔的，不是说好了假打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交战到这儿差不多了。走。报。如何？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击溃崔家军。崔公子负伤，崔家军后撤30里，重新列阵。镇西军虽胜，但损伤惨重。元帅李逆腿部中枪，已被抬回军中。好，副将军，都说这个李逆狡诈，崔家军勇武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不如让我带兵各个击破，好向大都督报喜。什么？哎，我答应了李逆。只要他击败崔家军，便送他半城粮草，允许他绕洛阳而过。什么？你给他粮草，你还让他绕城而过？你这要造反了你！你懂什么？洛阳乃是东都，地势人心，非同寻常。眼下洛阳城中虽然是兵力粮草充足，但若是崔家军和镇西军联手攻城，亦或是围困洛阳，断绝粮道，岂不是置京都、置大都督于危险之中？我看你就是畏战，巧言令色。哼！我冒险用计离间崔家和镇西两军，如今他们两败俱伤，只怕万一这里边有诈，必得先将他们引离洛阳，而后再筹谋如何将他们分而击尽。疼吧？不疼，就是蹭到了。阿莹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公子，公子，没事儿，我没受伤。没有伤到就好。公子，崔家军的人，有人想杀我。
刚才我戴着面具，他们以为我是你，是有人想杀你。那你觉得是何人所为？崔家军中的人，能一直这样不遗余力地针对你我，还能有谁呢？看来这个崔丽隐忍多年，终究是忍不住了。公子放心，我会有办法，让他掀不起风浪来。石七郎，哟，石七郎，今儿叫我来，不喝酒了，改喝茶了？以茶代酒，千饮几杯。哎呀，如此好茶，得多饮几杯。不对呀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有喜事儿？哎呀，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我那个朋友呢，原来他喜欢的姑娘，不是人家小妾。哎呀，石七郎，你的朋友还没把这件事情放下呢。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，我以为他们早就断了呢。哎呀，你不懂。行，我不懂啊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那个何校尉和崔公子来往密切，就算不是他的妾室，这两个人必定有私情。石七郎，我们和崔家军虽然同是秦王之师，但是这个崔家是肯定有一心的，将来会成为国朝之患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哼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你喜欢那个何校尉，是不是？有这么明显吗？那下回我收敛一点。你干嘛去啊？小伟，吃饭啦！吃饭啦！桃子，帮我把最毒的毒药拿来，沾唇即死的那种。你要毒药做什么？去拿来就是了。哦，行，我这就去。毒药。哎呀，最毒的毒药。怎么，何校尉知道我来了，想杀我灭口啊？皇孙受了伤，不在营中休养，到我这来做什么？哎呀，以前都是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杀敌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今日公子身体不适，我才替他上阵。哦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了你的身份。知道我什么身份？我知道你的身份其实是……我知道你其实压根就不是崔公子的小妾。我就不是，那又如何？哼，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小骗子！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啊，如果我抓到郑国公，洛阳就归我，如何？那不行，即便你能抓到郑国公，除非你们镇西军不需要我们崔家军相助就能攻下洛阳，否则洛阳不能归你。小伟，毒药拿来了，咱们是要去给镇西军下毒。回头再跟你聊聊这件事。小伟，这李皇孙怎么来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还有以后再说？你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不瞒着我，现在都不告诉我了。这毒药还用吗？
崔家军大败，后退30里。昨日一战，不负辅公所望。这一仗打得漂亮，不愧是你阿爷的好儿子。辅公过誉了。昨日一战，皇孙受伤，今日不能前来，特意叮嘱我，谢过辅公的粮草。福某说话算话，答应给他的粮草，就一定会给他的。那就谢过辅公了。转告李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是。石七郎，这不是服务员答应给咱们的粮食吗？咱们干嘛还在这儿埋伏？待会儿我给大家变一个戏法瞧瞧。什么戏法？就从这粮食里面，给你们变一个郑国公出来。啊！出！出来！快！我追上了！出来啊！出来！别动！裴将军啊，这够吃多长时间啊？够吃一阵了。这还抓到一条大鱼呢！这下洛阳城啊，稳妥了。这就是孙敬的小舅子，郑国公是吧？啊，哎，长得也不咋好看呀。就是啊，那孙敬的老婆长得肯定也不好看。哎呀，我还没见过国公这样的大官。这甲不错呀，不错呀。这样的大官就义道，竟然嗷嗷的哭。洛阳城的亲贵子弟躲在这个粮车上想偷袭我们，还是我们石七郎神机妙算，把他们逮了个正着。既然已经抓了郑国公，那么这洛阳城就等于是在我们手上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将军，镇西军李逆、崔家军崔林合围，带着郑国公及其随从亲贵前来城前，说愿意用郑国公及被俘的城中亲贵换取城池。换什么换？什么郑国公、外国公，都比不上洛阳城。这等泼皮无赖的事，也只有你们镇西军做得出来。你别看泼皮无赖，可是管用啊！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我才不跟你赌。姓福的胡儿，给我听好了，我们家皇孙，李元帅说了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打开洛阳城的城门，我们就放了郑国公和这些亲贵子弟，我们保证不拿城中的财帛，不伤害城中的百姓，怎么样啊？这买卖划算吧？郑国公可是孙敬的内弟，你要是不救他，孙敬那个大都督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还不如放箭啊！射死了郑国公，看孙敬不砍了你们的人头！福阳，你疯了！福阳，别你疯了！别放啊！福阳，别啊！福元，你这个混蛋！福阳，你给我往死找点！
城里的千千万万人可都看着呢，大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剑法不错呀，要是再偏一点，射中郑国公的心口，那可就不好用了。我已经派人进攻瀛州，不能再让崔乙那个老儿坐享清福了。哼！大都督好一招围魏救赵啊！如此，崔家军必得放弃洛阳，持救瀛州，就剩下镇西军，孤掌难鸣，将好各个击破。传话给福原，郑国公贪功误国，死不足惜，叫他不要顾虑，坚守洛阳为上。是。但魏国夫人那里，夫人聒噪，我不理会便是了。李逆的那两个兄长，如今还在江南吗？啊，李俊和李来皆无领兵之才，此刻仍被困在江南，不足为惧。哦，望他们出关吗？大都督的意思是？兄弟3个人聚在一起，方知谁是鲲鹏，谁是雀鸟。那两个雀鸟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展翅高飞呢？大都督妙计，自古以来便不缺兄弟阋强之事，这李逆也该尝尝各种滋味了。来，这个孙敬用兵诡计，派大军进攻瀛州，但崔家军的主力在此，只怕父亲那边撑不了多久。孙敬这是围魏救赵，逼我们退出洛阳。我还是动身回瀛州吧。现在回去也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主要瀛州路途遥远，若是能借到望州，倒是可以在路程上节省好些时日，既能解瀛州之围，又可拿下洛阳。可望州在李逆手里，只怕他不肯借道啊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这件事情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什么？瀛州告急？消息非常可靠，孙敬大军已经在路上了。看来崔家军肯定会有所行动，但他们未必能赶到瀛州啊。若要及时赶回的话，崔林得需借到望州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要把望州借给他们？我等他们来还。潮儿，你陪桃子姑娘去找医书。是。桃子姑娘。东都之壮阔，唯登高可见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屠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皇孙借太白的事，是在暗讽何人？我只是忽生感慨，穷极壮丽的东都，如今一卷入战火，虽无宁日，不知何时能现。皇孙自起兵以来，便知道，这烽火连天，白骨万千，只有以战止战，方才可天下太平。我只希望能够早日收回这半壁河山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。我也希望。那日你跟我说，想借我崔家军在京中的人，帮你救出梁王，不是不行。
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刀望仇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1数到10，在数到10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赌。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正面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1，2，3，道长，我听说太清宫藏经阁内有一本医书，乃是孤本，能不能借阅一览？祖师爷立下的规矩，藏经阁中的书从来不外借。道长，我愿意诚心为观中挑水洒扫，只请道长能够允许我入阁借阅。挑水洒扫都是重活，你一个姑娘家，道长，我愿意帮他挑水。道长，我也愿意帮他洒扫。道长，我也愿意帮忙，还请道长行个方便。那烦请二位去挑水，烦请你们二位去洒扫藏经阁。哎，桃子姑娘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是来帮我干活的，又不是来替我干活的。还有啊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帮你。那。
二位的模样都是读书识字之人，还请二位在洒扫时爱惜书籍。是。是。你休息一下，我来收拾吧。让皇孙亲自干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既然我赌输了，就让我先略表心意。惟妙惟肖，画得真好。此画命名为《皇孙劳作图》，你觉得如何？题名更好。想必这是要赠予我了。哎，这是我画的，为何要赠给你啊？可你画的分明是我，自然归我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在笑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不能说。你快说，你在笑我什么？要是我说了，你不许生气啊？你先说来听听。你呢，将我放在你胸口，日日夜夜这么带着，思念时还可以拿出来看一看，我自然高兴，我一高兴就笑了。油嘴滑舌。哎呀，多谢强赠。你这个人，真是无孔不入。好了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既然你赢了赌约，那我依约让你借刀望州。只是，你如何才能答应我救出我父亲？那你不妨考虑一下，帮我攻下洛阳。好说。皇孙就这么有把握，已经可以攻下洛阳了？首先呢，你我联手陈兵洛阳城下，就已经有了5分胜算。郑国公被擒，7分胜算。福云二虽然悍勇，但他并不明朝中的政局，更不知那些世家的打算。9分胜算，这都已经有了9分胜算了。这个洛阳城，不尽在掌握之中吗？皇孙如此替梁王谋划，梁王何幸？他是我的父王，我自然会救他。他在孙敬手中，我怕我们攻破洛阳，孙敬未必不会起杀心。那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傅云儿假借大都督之名，是绝对不会救我们家郑国公了。只怕诸位府中的主人，傅云儿也是不会救的了。那要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傅云儿是不能指望了，我们必须靠自己把主人救出来啊！这话说的对。将军，出事了！进来。郑国公的家人率着私兵打昏了城门守卫，开了城门，引镇西军和崔家军入城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些蠢货！
没想到这洛阳城葬送在他们手里，我要杀了这些蠢货，斩死薛长！撤！先去粮堂，放阵势去了！撤！镇西军崔家军合围攻击洛阳，围城多日，难以强攻。李逆巧妙用计，令郑国公家人撕开城门，镇西军崔家军才得以潜入洛阳。福原儿奋起反抗，率守军苦战2日1夜，终于不敌。天下就是你们这等少年英杰的。等到你和他争夺这天下的时候，那将是何等的精彩啊！可惜老夫看不到了。怎么样，桃子姑娘，我买对了吗？小薇让我给皇孙殿下配的假死药，可是复杂的很呢。要是找不到所有的药材的话，这药可就配不出来了。这里面还差着好几味药呢。可是集市上的药材铺子，我都已经跑遍了，你要的那几味药材，实在是买不到。那要不然，我陪你上山采药材吧。那。我前些时日呢，配制了一副毒药，只要人沾到身上啊，就会奇痒无比。我倒是把解药给研制出来了，就是苦于还没有人来帮我试试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。那我来治。这可是会很痒的，我可没跟你开玩笑。万一我那个解药不管用，你至少会痒上3天3夜的。没关系，桃子姑娘，我相信你。行，那就这样。既然你都帮我试了解药，17郎要的药材，我一定尽快给你配好。好。知道你爱吃甜的，来尝尝这糖彩酥。
这是在哪家铺子买的呀？这不是买的，顾小姐刚送过来的。哦，是她特意给你做的？当然不是了，阿元、老鲍他们都有。我想起来你爱吃，才特意拿过来给你。尝一口。放这吧，我一会儿再吃。行吧。对了，跟京都的人都联络妥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药在桃子那里，还没配好。我知道，我让长耳天天跟着他，看能帮上什么忙。你让谢长耳给桃子帮忙，我看别是添乱才好。添乱也好啊，省得他总在你旁边，我都怕他拿毒针刺我。好好的，他干嘛拿毒针刺你啊？因为呀，咱们拔营吧。与镇西军同住在这里十分不便，哪怕今日在外面搭营帐，也要搬出去。是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家公子啊最爱吃这个点心了，我现在就给公子送去。哎，我特意给你拿的点心，你怎么送别人呢？那不也是别人送给你，你才拿来给我的呀？哎，哎，哎，哎！大都督，镇西军和崔家军携手攻克东都，吴云儿以身殉城。崔家军进不即刻回援瀛州，还与镇西军联手攻打洛阳。崔毅的儿子崔林，看到往日的形势，就知道他十分沉得住气。彼时的战局，倘若是我，我也定会先攻洛阳，再救瀛州。可洛阳城池坚固，粮草充足，福原儿只需坚守不出，镇西军和崔家军便是士众10倍，也绝无可能在短短时间破城。而且福原儿乃是沙场宿将，又岂会败于2个小儿之手？此战失利，是我用人之错。此次洛阳之失，倒是给我提了个醒。强敌不过是外力，真正能摧垮自身的，往往是内力。这西长京看似固若金汤，恐怕已有漏洞。臣这便着人去查京都各世家，严防其与逆军暗中勾连。暗中勾连之人，又岂止在世家呀？石七郎，崔家军拔营了。什么？拔营？对。小伟，都已经收拾差不多了。我去河边走走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先忙吧。好。里面东西都收快一点。是。怎么说都不说一声，就突然要拔营搬出城了？我们崔家军如何行事，还要向皇孙禀报啊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走得匆忙，想起不能送你一程，又想起不久后你便要回瀛州，从此山高水远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那我答应你，等我回瀛州之前，一定好好来跟你道别。你说的。这是怎么打的呀？在劳兰关，狼特别多，每一次出城遇到狼时，我们便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来打狼。日子久了，大家都学会了这项技能。
每当闲暇的时候，便会在劳兰关河边打水漂。赢的那个呢，第一块烤羊肉便归他。听起来真有意思。想试试吗？不够远，我教你。我教你，拿着。成了，成了，原来是这样。十七郎，崔离来见过我。崔离，此人志大才疏，且小人无解，为了权势不择手段。怎么，他找你所为何事？他想联手我们击杀崔林。小裴将军，在下有意与镇西军联手，击杀崔林。你就不怕我把你绑了起来，送到崔公子面前啊？恕在下直言，就在杀崔林这件事情上，你我二人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呀。从望州到洛阳，我那个堂弟应该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吧？如若没有他，粮草你们有了，这城池你们也早就拿下了。小裴将军，你难道就没想过斩草除根，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吗？在下可以向你保证，等崔林死后，这崔家军由我节制，到时我一定拥戴皇孙，以镇西军马首是瞻。事成之后，洛阳由我节制，如何？张口便要洛阳，你胃口不小啊！小裴将军，这洛阳由在下节制之后，镇西军便可长驱直入，直奔的西长境。届时，你们能够击杀孙敬那个逆贼，这全天下都是皇孙的了，自然可光复大玉王朝。到那时，还会在乎区区一个东都吗？是吗？如此，便一言为定了。在下斗胆，还想向将军讨一信。什么信？还请劳烦皇孙手书一封，言明事成之后，那洛阳由在下节制，如何？是，小裴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崔公子想要皇孙殿下的手书，也要看能不能杀了崔林。你什么事情都没干，就想要手书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啊？是，将军说得对。不如这样，在下先去把崔林的手下们给……待事成之后，再向皇孙讨要信物，这样如何？届时再谈吧。此等小人，必须告知崔林，让他提防一二。十七郎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过我还是想堂堂正正，与他在战场上一决高下。我并不愿意看到他被小人暗箭所伤。
桃子姑娘，这个是十七郎给何校尉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猪耳朵，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回来，还热着呢。我不要。可是，你上次不是说你喜欢吃吗？我现在又不想吃了。喂，怎么了？我这几日和校尉住到城外去了。你感觉身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你给我的药挺好的，我就养了2天就好。那，这个给你，每日涂3次，这回的药包管灵验。谢谢桃子姑娘。那，什么呀？猪耳朵呀，本姑娘忽然又想吃了。给。姑娘家真奇怪啊。校尉，皇孙殿下的信。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没有啊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难道不是因为耳朵？什么耳朵？那不是猪耳朵吗？校尉，取笑我，我不给你吃了。阿莹，闻得崔家军中有叛者，预谋崔公子性命，恐有利害阴谋。你与公子左右多加留意，有别后珍重。从今日起，再增加1支亲卫保护公子。此去营州，行军路途复杂，务必要保护好公子的安全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阿莹，怎么忽然想起来要增加我的护卫了？公子，收到线报，崔离欲对公子不利，我军即将拔营，公子的安危必然是重中之重。阿莹，不用担心我，连番行军辛苦，你本来思虑就多，应当要好好保重。为公子考量是我的本分。行。桃子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谢长耳。怎么了？你最近总是取笑我，不给你送信。你这是不想送信呢，还是不想接谢长耳啊？要是后者的话呢，这样，我在信上呢再添上一句，告诉他们以后送信就让老鲍来，免得惹我们桃子姑娘不高兴。哎，你看你，那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谁送不都一样？我来吧。那你早去早回啊，可别欺负耳朵。谁欺负他了？哼，嘴硬。皇孙，这是睡着了？何校尉要再不来，我怕我要睡到晚上才行。沐天席地，17郎真是到哪儿都能自在逍遥啊！自是因为此刻清风为善，草木为香呢。你睡着了？睡着了。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崔离会对我们家公子不利啊？因为我提醒了你，你就定然会回心来劝。
若是我偏偏就不约你见面呢？那就我约你见面呗。我要回瀛州了，答应过你，要和你好好告别。下雨了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好。没想到皇孙还准备了这么一间屋子。那是自然。还好有这个屋子躲雨，要不然我们就成落汤鸡了。皇孙落汤鸡的样子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巧了，姑娘落汤鸡的样子，我也见过几次呢。清香沁人，入口微苦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这是竹叶茶吗？没错，民间呢常以竹叶为煎，代做茶饮。皇孙的身份如此贵重，却对乡间生活了若指掌。人生在世呢，身份什么的最不值得一提。贵为天子又如何？还不是一碗饭，悠茶。我倒觉得在这里当个田舍翁，活得更痛快些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天子无道，田舍翁们流离失所，就连粗茶淡饭也成了奢望，还谈何痛快呢？也不知道这儿有没有一碗饭，可以填饱我们田舍翁的肚子。都准备好了。这是好。不，这不行。我厨艺不精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给你露两手。十七郎亲自下厨，我岂敢嫌弃啊？不过，我好像什么都不太会。哦，生火我应该行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来看看啊。没想到皇孙准备了这么周全的食材。我怕你肚子饿呀。哇，你还真的会烧菜啊？这有什么的？我们在劳兰关，洗衣、打猎、缝纫、做饭，不都是自己来做？那你在劳兰关的时候，没有带侍婢吗？我要带侍婢的话，与我在京都王府里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啊？身为皇孙，却不喜欢王府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倒是有趣啊。我呢，是鄂月出生的鄂子，从小先帝和父王就不喜欢我，这样的锦衣玉食，不要也罢。拉风香烧火呀。好。
烧火放火是我最擅长的。拉香烧火呢，也要讲究技巧的，要慢慢的这样推进去，再慢慢拉出来，慢慢推进去拉出来。还有呢，我试试。火候很讲究的，可不能忽大忽小，这样炒出来的菜就不好吃了。放心吧。来。来啦，米饭来啦！行，吃吧。这么粗茶淡饭的，你还跑去摘野花？私事陋室，唯吾德馨。十七郎，这顿饭可是你认真做的，怎么能随便对付过去呢？菜色简陋，委屈你了。如何？好吃。那你就多吃点。你不怕我在饭菜里下毒啊？当然怕了。所以刚才我在烧火的时候，已经放了毒液。黄孙，你现在已经中毒了。这个好吃。这倒是我拿手的。啊，这个你再多吃一点。好吃。给我砸！砸了这个狐狸精的窝！哎，你们住手！魏国夫人，这里是后宫，岂容你在这放肆？你还知道这是后宫？那他这个钱太子妃为何还在这个后宫里？就是你这个狐狸精，魅惑大都督，祸国殃民，就是你害得我弟弟被俘。我今天非撕了你这个狐狸精不可！还我弟弟！放手！我杀了你！你混混大都督！还我弟弟！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大都督到！你放开我！来人，魏国夫人病了，不得下去，速速请御医。是。大都督，放开我！大都督，大都督，给我退下！大都督，如何？你受伤了？委屈你了。切不委屈。我早知道就会有今日，怎会委屈？这几日，我一直在想，当年我若是带你一走了之，那又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想当初，我在城外的十里长亭，足足等了你一日。直到太阳落山，也没见你来，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来了。
虽然当时我已经被选做了太子妃，但是只要你愿意带我走，我是可以跟你远走高飞的，隐姓埋名，哪怕做一对贫贱夫妻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是我辜负了你。不，我也知道，你上有高堂老母，下有弱弟幼妹。若你真的带我一走了之，那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我如今罪孽深重，可是只要想到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哪怕是偷来的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不管别人骂我还是唾弃我，我都是那么的高兴。韩将军，咱们现在距离西长京，是不是已经很远很远了？已经有数千里了，也是快马驰骋，也得10数日。母妃最后跟我说的是，阿泽，你快逃，逃得越远越好。可是韩将军，我不想再逃了。我是太子的长子，我是国朝的太孙，但现在我每日都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。臣给殿下讲过韩信将军的故事，也讲过越王勾践的故事。殿下如今是避险，忍辱负重，才能有将来收复河山的一日。那日你说镇西军统帅李密是我实际堂兄，镇西军已经从劳兰关一直杀到了望州。17哥领兵还是挺厉害的，我真想同他一样，与敌人正面对阵，拼杀一场。17皇孙确实战功显著，但镇西军原是府兵，裴贤与先太子并不亲近。殿下如今身份贵重，哪怕是血脉至亲，也不能轻易相信。何况梁王殿下还被尊敬扣在西长京，只怕李逆有所顾虑，所思甚多。韩将军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长京呢？定有那日的。臣一定护送殿下重返西长京，浩浩荡荡，堂堂正正。自从孙敬起兵，我离开平凉后，就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下午可以如此安逸。能遇知己，在屋檐下相遇的这份闲心，更难得。前几日，我还做梦回到劳兰关，打了一头特别肥的黄羊，正烤着呢，梦就醒了。我很好奇，劳兰关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值得你如此念兹在兹？行无辙迹，居无仕路，岂不快意？日后，我邀你同我一起去劳兰关，你可愿意？你明明知道这是梦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17郎，你以如今的身份，还能抛开一切，重回边塞，过那样的生活吗？
难得有一场好雨，将你我困在这里。雨停之后，又该各奔东西了。我们说些别的吧。好，那就说说你吧。你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顽皮呀？何止顽皮，简直顽劣。我父王打我的藤条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呢。看来梁王殿下这番苦心管教，这收效却是甚微啊。我倒不怕挨打，我就怕念叨。我娘生我时难产而亡，整个王府之中，只有董王妃对我十分照顾。我父王又不喜欢我，我的2位兄长都仗着父王的偏心，总让我顶包挨打。日子久了，父王就更讨厌我，见到我就皱眉。真想不到，你还受这样的气度。我那2位兄长都是董王妃所生，我娘是董王妃身边的侍女，听说从前义不多酬，幸好董王妃对我娘十分照顾。我阿娘过世之后，又是董王妃抚育我，为着王妃，我也就万事不与兄长计较。你是一个心善的人，别人对你好一分，你便也十分报之。后来，董王妃病故了，我在家中了无牵挂，也厌倦了在京都的生活。我宁可戍边保家卫国。于是我就想了一个法子，去了劳兰关。我走的那天，我父王跟兄长们都特别高兴，只有奶娘一个人流着眼泪送我。奶娘呢？现在还在王府吗？她年岁大了，我一离开王府，便将她送回老家，安享天伦。也幸好离开了京都，只是许久未见，不知她是否康健安好。还能有记挂着的人，就不会觉得孤独。我阿娘也去世很久了，我都已经快记不得她的样子，但每次想到她，都觉得她在陪着我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单。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真想象不出来。我猜你一定是个人小鬼大、难缠至极的吧？我从小是被当成男孩子养大的，读书练武和其他的男孩没有差别。男孩子学什么，我就要比他们学得更好。都是你爹娘逼你的？不，是我自愿的。我是女儿身，志向与男儿无异，本就该付出更多努力。起3更，睡5更，要比旁人流更多汗，甚至流更多的血。有时候太累了，受伤了，即使十分辛苦，也会默默忍着，更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。在想什么？
在想，要是我们早些认识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练武，一起读书，一起打仗，闲来无事，还能像这样聊聊天。这么快雨停了。回去吧。好。忠心一别，回去吧。我再送你一程。白英，这20年来，我从未有过今日午后这般安宁喜乐。我也是。待到天下太平，你我并肩，同游乐游园。一言为定。